白纸当然就是风控的关系，我要恢复原本的正常的生活，对吧？如果你说万圣节，那就是大家正好要玩，就是要玩。我如果连我自己身边的公平都做不到的话，如果连我自己日常的这些公平都做不到的话，我怎么能相信你去追求一个更美好更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或者这些男性为什么会觉得我一定要强？其实这也是性别不平等社会的父权制社会的一个产品，因为如果你不这样，你就被视为 loser。 后来我还问大家，我说大家还记得木子美吗？如果放在现在，他还我们的穆老师当年那简直是惊世骇俗啊！杨笠真的是女权主义者吗？不是啊。然后还有一个必须要聊的女性，最近好多事儿哈。你刚才说了这个脱口秀，杨笠，你先给我讲一下，杨笠真的是女权主义者吗？不是啊，不，应该是怎么讲啊？就杨笠这个人和他代表的现象，对，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其实对于到底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话，每个人的认知或者说定义是不一样。比方说你只要是追求性别平等的，那有的人就觉得你就是女权了，那有的人觉得我不是，我只是要求一点点就是属于我的权利而已，你干嘛把我归到女权，对吧？那所以这个定义就是看大家各自。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去看，因为我要给学生看，我自己也看，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就是说我并不觉得它是非常冒犯的，它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些自己的，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对吧？但我没想到它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反应，但是我突然这2天有点意识到为什么了，因为我在课堂上给我的学生们，都是内地来的学生们放了那个 Guy， 就是以前的那个嘻哈歌手，他用四川话浑身纹身的时候唱的一首歌，结果大部分的80%-90%是吧，就说要疯了，这首歌要下架，因为太多粗口，里面又有什么器官，然后厌女的那些表达，然后还有应该有 drug。就什么都有了啦，什么都有，就什么都有了的。人家现在是红色那个嘻哈，然后那个不是主流，很主流。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有什么嘛？如果你去看这个美国的嘻哈全是啊，全是出口啊。因为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社会的话，你是被各种奇奇怪怪的，然后东西都包围住的。是的。所以呢，你会觉得我被冒犯的这个。门槛很高，门槛很高，就是，但是你会想，当你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其实你的这个应激的这个这个程度门槛会比较低，应激又高，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表述的话，它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应，所以我又觉得不是太奇怪，但是呢，我觉得杨笠呢。它产生这样大的反应有它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它让这个议题从一个边缘的或者非主流的，因为其实脱口秀它并非是一个主流的，还是小众的，对吧？但是呢，它从一个小众的非主流的，然后进入了主流，为什么媒体要报道嘛？那你媒体报道不就是变成了主流的这样一个议题嘛？所以我觉得是好事情。只不过我是觉得没想到当年他。代言其他的品牌，什么 Mercedes 那个时候产生了争议，没想到京东又产生了争议。我想这个记仇还记得蛮久的嘛，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就证明这整个的社会是在倒退呀。对呀，对吧？对呀。如果你越包容的话，你没有这个反应的话，那就证明这个社会在进步。后来我还问大家，我说大家还记得木子美吗？如果放在现在，他还。我们的穆老师当年那简直是惊世骇俗啊！我想他能红吗？不是能不能红，是他能冒出来，不是他能不能活的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想穆子美都要直播性爱了，对吧？那是社会宽容度的倒退。对，然后我说讲到外貌焦虑什么，我说你们还记得芙蓉姐姐吗？对啊，包括这2天这个凤姐，我说。那个时候虽然他会有bully，会有嘲笑，但他还存在了，他存在呀。我说，哎呀，我想这是倒退呀，这真的就是倒退啊！就是你的这个包容度，你的对一个多元性的这样一个接纳程度，真的是倒退。我想说什么呢？就我有一北京哥们儿，
我觉得他说的话特别有道理。他就是说到杨笠这个事情，他说第一，他不认为骂杨笠的那些男的就真的是女权主义者要反对的那些人，他觉得甚至这些人可能就是这个社会莫名其妙的恶意的受到了刺激的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是这个整个社会退化的受害者。但他反过来也说，其实支持杨笠的人也并不都是女权主义者。当然这个衍生了一个问题是，中国这几年，我说的是简中文，尤其微博这些战场上，真正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比如说人权，比如说挑战制度，比如说社会运动，这些是不能存在的。而所谓的女权，就是说到的拳头的拳，或者加个田园女权，变成了红色、民粹、国家主义，挑动男女对立。然后在这个大背景下，把很多其实想自由开放讨论的人又给撵走了。他就很愤怒，他说了半天，他说杨笠，第一，我不认为他个人有什么，他就是冒犯的艺术，但他也没真正冒犯我。第二，我也没觉得他那些东西有多可笑或者多么代表女权，然后就把他给扔出来了。这说明什么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正好我把这一堆东西都扔给你来评价吧。就我是觉得，就这个它体现，就是它的反应越大，它越体现这个社会的包容度以及它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程度嘛。但是我想，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说，至少对于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朋友们，应该讲的是，女权也是人权呢。女权就是人权里面的一部分，你们为什么要把人权和女权要对立和分开？哎呀，但是这个问题我跟吕萍也聊过哈。当然，因为吕萍是非常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而且她说过，其实就是在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社会有这个公民运动、自由派运动的时候，她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参与过这个，就是女权自己走了一条非常独立、坚定的，而且一直走下来的路。但是我个人会认为，我知道。中国像很多自由派的学者啊、律师啊、记者啊，其实也是想把中国往一个人权、民主、开放的方向去推的，只不过大家的approach 抓手不一样。对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就是女权主义者是在跟开放自由的这些人对立，他们就会觉得你们老说女权是人权，那为什么不能跟着我们一起打人权？然后第二个就说你们老是针对我们男人，你们为什么不针对权利？包括现在一天到晚在骂女权主义者的这些人，我就又不想拍着桌子骂他们，但是我真的是，你比我更宽容，你来回应一下吧。OK， 我会觉得，父权制的社会，这点大家应该要承认吧。我不知道，就是那些追求民主、追求人权的人承不承认，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父权制的社会的一个状态。如果女权，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觉得女权主义者针对男性，是因为觉得女权是要特权。但是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对吧？女权并不是要特权，女权的话只是想要个平等、平权。那当然，你也会听到在微博，又回到微博上有很多好像把男人踩在脚下，然后我要主导这个世界，然后好像我要拿到特权的这样的声音。那我觉得大家要开放一点来思维，任何的一个社会运动，任何的一个对于一个权利的争取的话，它的光谱是非常的巨大，它肯定会有极左的光谱，也有极右的光谱。那不能因为这些特别两端的声音，然后影响了你对这个事件的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对大部分人的追求的这样一个认知，然后去忽略它，然后用那些你认为不合理的，或者你认为它是要特权的声音去掩盖了其实女性的权益是受到损害，目前是就相对来说是有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就是而且我会觉得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讲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那些人会产生一听到女权就会产生他们是要特权或是要把男人踩在脚下的其中这样的一个应激的反应？那还是公共空间的讨论是缺乏一个真正的理性的讨论的，或者说真正的讨论是没有的。因为那些真正要去讨论父权制，要去讨论存在的这个架构性问题的，然后想跟你讨论平权的这些声音其实是没有的。
而且他们经常会说我们不够理性，会说我们激进啊，还不错，你我不算激进，我比你稍微往前一点哈，我还跟人在群里吵过架，你从来不吵的。但是我也会想过，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把女生逼得要吵架？像我，包括我为什么要叫大声？是因为我的声音不够大，然后我不提高嗓门说话，你们听不见。然后那我一提高嗓门说话，你们就说我激进吗？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你看经常在群里只要一聊女权问题会吵架，然后会变成如果是几个直男进到一个女权的群里，他们也待不下去。会不会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讨论父权社会的时候，他马上由人及己想到是你是在针对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文世界里，我们缺乏就是这个把自己摘开 ，nothing personal， 把自己摘开的这个公共讨论。对，我还有一点，我会觉得其实就是说如何平等的去对待另外一些人。因为我会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一些倡导民主、倡导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些男性人士吧，他们觉得自己使命重大，对吧？然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平等的去对待，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认为自己更高一等的这样一个。因为你说了最初我们开头说话那个。中文社会就是有一个慕强，有一个丛林法则，有一个谁强谁牛。你说到刚才为什么大家都崇拜川普和那个伊兰马斯克，成王败寇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呀，就是只要他强，他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呢，反过来，当他想成功的时候，他需要维护一个强者形象，他不可以让别人点出来，也许你这点不够好。就是不认错嘛，说白了，就是这也是我们女权主义者经常很气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先承认，也可能你做的不够好呢？是，这也是我会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应该怎么讲呢？我会觉得现在让人觉得比较欣慰的是，年轻的女孩子们其实她们并不在乎他们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就不跟你玩了。对，然后我会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权利是非常的执着和清晰的。那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些慕强的心理或者这些男性为什么会觉得我一定要强，其实这也是性别不平等社会的父权制社会的一个产品。因为如果你不这样，你就被视为 loser， 或者说用国内一个很难听的，我不喜欢用那个词，但就很难听的那个词就是屌丝。我也很不喜欢。对，我很不喜欢，但就是它会被归到这样一类。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 toxic， 就是有毒的男性气质的最典型的表现，对吧？我从这个点上，我其实一直老说我更同情男性，结果我一说出同情，你知道吗？上次也有人在底下说我，他说你同情就是意味着你在这个优越感，你才去同情。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同理心的一个同理心的一个同理心的原因是我认为我是可以随时哭，可以说我不行了，我甚至可以撒娇，可能在这样一个，但男性不可以的嘛，所以男性是不能就是随时的去表达你的示弱，不能表达你的情感嘛。那这也就是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在一个有毒的或者父权制社会当中，如果你是个同性恋者的话，你就会就会被视为不符合这个社会要求，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个表现是不符合这样一个框架所制定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嘛。我在上性别课的时候，这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 ABC 的问题，就是告诉男性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你就不会被理所当然的视为你是需要养家糊口的那个人。当然你自己的观念也要改变，我不养家糊口，然后或者说我去扮演外界认为的女性应该要扮演的这个角色，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对吧？但是如果当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的时候，家庭是平均分工的嘛，那谁挣得多谁去那个外出工作，谁就你们自己平衡嘛。对啊，不要以性别，并不要非比你的夫人强或者挣得更多嘛。对的，是。但是问题是现在并不是这样一个社会，对吧？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对于中国的女性来说，其实她们要求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基本的。所以
像生育权呢，或者说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啊，包括身体的焦虑啊，包括就是说作为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的这样一个已婚女性，尤其是成为妈妈之后，其实她的这样的一个付出，我不知道。以前不是还有丧偶式育儿这些词汇吗？那我不知道这些男性的话，就是说从日常的生活，从自己身边的女性开始看起，看看就是他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有很多，比方说和你争论的这些男性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已婚就去看看自己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太太的，或者说有孩子的话，自己是怎么样去承担父亲的这样一个角色的。在这儿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问题，就是反而是往往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他们作为个体其实是做得好的，他就会很不忿儿的。比如说我北京这哥们儿，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很好了，对，他就会觉得很不忿儿的。因为他会看到的是，择偶市场里的另一种东西，比如说非要彩礼。然后就是男人要什么房子车子一切都要有的，那这不就是父权社会的这个？对，然后要物化，对，要物化所有的婚姻嘛。但是他自己又说我不生孩子，我不做饭，我不伺候婆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有一个就是对话的错位，就是愿意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反而可能不是我们去要指向这个问题的那个人。受众群，所以就变成了这个，而且包括脱口秀，就像这个脱口秀其实是小圈子，小众的这些人，他可能在大众的这个市场里面，他是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人，但是又得 Q 央视，这又要回来了。就比方说，京东这件事情，我本来呢会觉得，哎呀，比较极端的那些女性的声音存在，是不是会反而就让这个讨论会让更多的人尤其是男性，他会远离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事情不会得到改善。但是杨笠这件事情，京东的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忽然觉得，那就需要呀，因为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就说还没有被觉醒，就以为说，男性被冒犯了，然后他觉得杨笠骂了男性，但是忘记了女性其实每天都在被 judge，每天的日常生活，她不需要透过一个表演然后来让你看到。事实上，女性每天被 judge 是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是随便举个例子都有，对吧？那我忽然觉得，那对太有必要性了。所以包括我上次在湾区跟非常高知的教授教授夫人也是都是讨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她就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在座的几个就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她就她说我不想刺激男女对立，我说我们没有要刺激男女对立，所以就变成了，但这些高知的女性，她们后来我们几个人就都在劝她说，你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并不表示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没有存在。那同样的问题就是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我们都知道你们是非常尊重你们的夫人，尊重你们的女性朋友的，可是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整体，对。还有就是甚至是就是看有毒的宣传起来的这大众，就是这10几亿人的大众，就会包括当时那个铁链女的讨论也是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京东这件事情就是让我看到，原来普遍性的存在。如果我们说，如果它能反映民意的话，那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不是在脱口秀的剧场里面的这样一个世界。因为这样的杨笠的表演在脱口秀剧场里面或在这个比赛的现场里面看，大家都是笑的，对吧？大部分人都是笑的，所以也就是说大家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范围的。但是当他从这个剧场出来之后，到了个大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公共场域，真正的社会存在，对，然后你发现它的反弹是如此之大的，所以我会觉得那它就有这样一个必要性了，就是它就有存在的必要性。对，所以如果你说，就是很多的论文研究杨笠现象的话，其实不管怎么说，虽然从某些角度来说，它并不属于一个刻意的一个宣扬女权的这样一个，只是反映自己生活当中的日常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相当
女性主义的这样一个行动。那它产生的效果，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要比学者或者在那里所讲的一通要更有意义，因为它会被媒体放大，然后放大到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里面又回来一个问题是，这个讨论到底能持续多久，能够怎么样持续，多深入，甚至对，这个就是会是一个很大问题。那我会觉得，在京东这个事件之后，我有看过，也有一些媒体尝试想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好像后来也就戛然而止了，好像也就没有太多太深入的。这就是很多人觉得很不公平的地方。我说的是还能愿意跟我们交流的这些男性朋友哈，因为他们也是生气嘛，就是说关于中国的讨论，任何事情就是只要上升到权力，或者如果指向造成这个现象的这个权力结构，那就没得讨论了。对的，然后就变成了所有的讨论都你们反正挑战不了权力，你们就欺负男人，就到这儿了，是不是？是，所以这个也是觉得比较就是不是说没有希望，就是会比较的慢，会比较漫长。因为人的觉醒，他就需要从自己日常生活当中被敲到之后，他才会有所改变。但是这个什么时候敲到他呢？我会觉得中间就会会比较的长的时间。因为如果你可以有很多的讨论的话，那大家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你就会知道这些常识，那这样的话就会对你以后的这样一个待人处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环境的话，你可能就要等到有一天突然之间好像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让你觉醒了，那这个就蛮浪费生命的。因为我还是回到我自己觉得我是40多岁才有性别意识，这是因为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什么性别教育啊，或者这些。我那天还在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曾经的理想是红袖添香作为家庭主妇。妈呀，我曾经的理想，你知道我做媒体的时候，我曾经的理想是那个上时尚封面做成功的杨澜式的女媒体人。现在我想我这里面有多少这个自我物化和消费女性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都在不断的反省。都是，但是我会觉得我要40岁左右，对吧？但再看我现在遇到的很多的就是小朋友们，他们20多岁，其实已经是蛮清晰的了。当然这里面巨大的差异啊，我们遇到的人都是那个可以接触到外面的信息，他有机会去接触到正常的这些理性的讨论。那如果那些不能接触到信息，没有接触到讨论的话，我们不能看不到那些人。是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任何公共的讨论里面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也不能只摘那些自媒体他们做的不够专业，那大家一起做啊。对，也不能只摘杨丽不够深刻哈。我觉得不需要深刻啊，大家就是说，就是有一句叫 political personal is political 嘛，就是你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对，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嘛。那好多人不承认这一点，但事实上你的诉说就是已经是一个政治参与、一个公民参与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嘛。那还有很多就是真正做维权的、做法治的。甚至做就是权力抗争的男人就会说，你们还是不敢去指向权力，你们还是在性别议题上找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就有点像你关心国际大事和关心国内新闻是一样的。我如果连我自己身边的公平都做不到的话，如果连我自己日常的这些公平都做不到的话，我怎么能相信你去追求一个更美好、更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我这个人是有这种所以在我眼里坏人蛮多的，就不对。其实我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人越来越挑剔，做朋友越来越挑剔。其实有的是在做减法，就是觉得你满口的仁义道德、民主自由，你对身边的人不好，然后在你的身上我看不到体面，我看不到同理心。对，我不相信你在为人类的民主自由而奋斗。是的，是吧？是的，是的。所以我会觉得，那如果那些女孩子只是从自己日常的这些事情做起，她去争取的话，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责备他们？那如果你爱他们的话，你关心他们的话，你就应该支持啊。
一个延伸的点，刚才说到了这年轻人的觉醒，你书里也写到了，再次提这本书。这本书因为你是小说嘛，但其实写虚构就是这样的，你可以随时腾挪很多你的感触。我相信有很多实笔是你自己的人生的感悟，我想念，我到时候再具体 highlight 出来。但是你讲到的一个点，就是你看你那个第三个人物，其实作为女儿的这个角色，她其实这个她遭遇的这个乌鲁木齐。其实有小小的偶然性，但又跟他处的这个家庭有关系。有若琳这样的母亲，我觉得若琳身上的影子你更多，就是更像你。她也是个记者，然后也是从上海到香港到纽约，然后那但你女儿的这个角色，她其实还有一个身份的问题，她是个拉拉，但是最后的爆发的点是她觉得总有一个点我需要上街的。所以刚才说回来，你这个就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现在我们回头再看，为什么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会突然一下子到达一个举世震惊的政治口号的喊出来？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出发点是很简单的，我就是想要一点点自由，一点点快乐，一点点正常的生活而已。我觉得他们的其实要求没有那么的什么复杂。或者没有我并不觉得后面有很深层次的，可能个别人。你说白纸是吗？包括白纸，包括什么万圣节啊这些，我觉得就是要一些正常的自由，让我自己稍微的那个能够在这个时刻白纸当然就是风控的关系，我要恢复原本的正常的生活，对吧？那个要吃饭，我要说话，对，那个真的是忍受的时间要更长。那如果你说万圣节。那就是大家正好要玩，就是要玩。因为我刚刚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写要一点点自由的，要一点点快乐的年轻人。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的万圣节，我特地去了巨鹿路嘛，然后我去感受一下，然后当然警察多了，然后我就想完了，这个没戏了。当然我也没想到后来他们去了那个中山公园，但是沿路你就发现那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就觉得我就是要点点快乐，我就是出来喝喝酒，然后当然装扮后来好像没看到太多，后来才知道都被要求除下来，然后就是去喝个酒，然后这是一个难得可以在这个时间，因为平时的节日平时的时间我是不可以这样的装扮，我也不可以这样的化妆，我也不可以这样的唱唱跳跳，对吧？那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唱唱跳跳的一个节日，照道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我要尽情的就可以释放一下自己。但是对，我会觉得对其实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他们要去寻找其他的地方，甚至我会感觉到他们对于警察也不是那么的惧怕。在整个现场你会发现，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很理直气壮，觉得我又没犯法，我又没做错事，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不害怕也是蛮正常的。所以有好几种评论嘛，一个当然就是说曾说一个开不了，我包括我自己写的推特，我说是一个连玩笑都开不了的社会，这个太没意思了吧？对但你想这个所谓的常态社会，我们要的不过就是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有玩耍的自由，可以开得起玩笑的政府，可以开得起玩笑的环境。开得起玩笑的政府这个要求放在后面一点，等一下。对，就要一个自己先玩耍，我可以玩耍的自由嘛。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曾经我们是不能玩耍的，连穿衣服穿什么颜色，我们也是没有自由的。对，所以另一种讨论就是说这个过去30年，过去20年，就我们有幸经历的这个，就是昙花一现。可能在很漫长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存在里面，那些才是常态。但是我又觉得可能又不是那么悲观，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可以相对玩耍，相对来说玩耍还是比较有自由了，对吧？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在万圣节或包括在白纸的时候，他们会
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们不知道做这些事情可能会有什么后果。那我们如果是经历过以前的人，就会有很多的顾虑，就会觉得说啊，那这样的行为会不会被视为有点政治意味在里面啊？那这样的行为会不会被视为反正是挑战啊，或者抵抗啊、反抗啊等等？那我觉得年轻人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是想当然，就是对，就是天生有的自由嘛。对，我就是很自然的去做一件事情而已，我会，所以也不要就太去苛刻的要求他们，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反弹的话，其实你也很难控制。万圣节，那以后可能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节日，然后又从那里冒出来，那你怎么办呢？对啊，已经有担心了嘛，说这以后每年万圣节跟64一样了，不能过了。对啊，那你这样的话，就等于你的空间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那你不就是以后穿衣服啊，或者你有很多的东西都会慢慢受到限制吗？回来你这本书哈，那个服饰蔷薇，我当然这个薇你也是薇，我也是薇，所以我非常能 get 到这个自然流露的这个女性的力量，女人的自我的审视，女性本身存在的这种魅力，它有柔软，它有坚硬的东西。但我更在意的是服饰这个概念。因为我看到的就是真的是这个在大的时代背景里面，尤其3代人，你写了母亲赵小姐，写了若琳，还写了女儿，名字叫什么？小鱼，这个名字怎么起的？然后我随便写。这3个人，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原型在上面哈，但我看到的就是就跟张爱玲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一样的，就是她也有母亲的阴影，有母亲的天赋。有他自己的奋斗，当然张爱玲没有机会讲女儿，所以我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写作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不管讨论张爱玲也好，还是你的写作也好，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生存本身的这件事情。你现在你给我再讲讲你脑子里的这个服饰，还有就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里面，人做选择的这个考量。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人在这个在世吧，其实这个所处的时代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有的时候我会想我的爸爸妈妈，我会觉得他们从出生然后到现在，其实在他们最青春的时候，他们其实正好是经历了也比较壮年吧，正好经历了文革嘛，然后就等于10几年浪费掉，就浪费掉了，就等于是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难以想，包括以前经历过战争的这些人，我甚至难以想象，哇，我觉得他们好有韧性，都活下来了。如果我经历这样的，我能活下来吗？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会觉得，在时代，所以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个社会的公平性啊，对于一个政治参与会有那么的重要，因为你就是不想让它变成一个服饰嘛，你就希望我的所有的未来是可确定的，不想突然之间有一个事件发生，然后我必须要去做一个我原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打算，包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离散，对吧？对。然后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家乡，或者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寻找更好的机会，或者更稳定、安定一点点的生活。但我会在想。其实说老实话，如果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可以待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的话，相信很多人还是想待下来的。当然了，对啊，就有很多时候，但是你这个选择又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因为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关系，那就看你的运气。就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是得益者，我们真的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但是也没想到我们还活久见，还看到了倒退，是吧？我最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本来是想我的下一代，就我女儿这一代的话，他们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就是不关心政治，挺好的。对啊，就是不要关心政治嘛。没想到又出来白纸。对，然后想他被迫的又要去，好像做一些他本身不想做的一些事情，那其实也是挺。我会觉得挺伤心的。是的，我现在有的时候会审视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底色是伤感的，
对，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离散，我是很不喜欢离散这个啊。我第一不喜欢“润”这个词，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下，我已经踩了好几个朋友了。其实你看我们，都有这种，你就属于润了。我没有润哎，我老是说这个，我的润的意思是说有一个 run 这个概念，它是一种逃避。我不认为我逃避，我认为我在主动选择我的生活的路线。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你一样有选择的机会没错，一个是没有选择的机会，二是其实我可能也就是强撑一种好强，仍然有一种悲凉的底色在里面的。如果我老说我爱的那个中国，它的江山河流，它的食物，它的味道，一切的我的所谓的血肉同胞，如果是可以让我付诸一切去，我有愿景的，我跟这个土地是一起成长的，一起变得更好的，就是我经常会羡慕真正的美国人的那个爱国主义。如果有这么一个环境的话，那我干嘛要去搬呢？那我们不断的搬，你看你不断的也在走嘛，不断的在走。我们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对现状的不满意，然后必须要动的。那就像你刚才说到了，不是很多人有这个条件的。那如果说到了这个宿命，是宿命还是运气？那要在这样没有运气的过程中，人怎么选择？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运气的。其实应该是1个多月前我去了乌克兰嘛。对啊，我这样去了好几次啊。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看，其实他们是很多人是没得选择的，没得选。但是呢，你在没得选择之下呢，我会印象很深刻是他们在基辅市中心放了几架钢琴，然后就会偶尔就会有人走过去弹一弹，但是旁边又在响航空警报的，然后他们会弹一弹。那我想你可能就是一种是 adaptive， 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生活，你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下，但是你接受它就是这样一个日常，但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美好，这是很难的，需要很大的韧性，但是是可以做到的。对，我其实落点的问题就想回到你这儿，你看你老是笑着的，真的，这个是一个能力，就是你会笑是个能力。我刚才说到我自己审视自己哈，我觉得我已经够强的了，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底色是悲伤的，可是就是你说到了，不管是乌克兰还是加沙，还有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那个本来以为是可以安顿生活的这一代，也被迫要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在这种动荡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享受每日的那种自由、尊严、美好？是可以的。我记得，那这个力量来自哪？这力量其实是来自内心的。我记得到现在还记得，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就是《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我也是正念，我一直在桌上的，我专门写过这篇文章。我真的是到现在还记得他的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坐牢的时候，你要裤脚是要平的，然后那个拉链一定要拉上，就不会因为他一个人在那个牢里面上了厕所之后，他就会把自己那个放弃自己。我觉得外人看来这是一些细节，但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你能不能让它让你的强大帮助你，就是在这些细节的坚持上面。我觉得有点像 ritual， 就是有点像那个一个仪式感，这个很重要的。是的，可是有一个很多人问题说我穿给谁看呢？自己啊，我从来不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要给别人看呢？其实你的内心是你自己才知道的，尤其是在或者是在一些环境里面，你没办法让别人去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让别人知道你也没必要让别人去知道你在想什么的时候，你对自己负责是最重要的。是的，是的。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生存的意义啊，因为我活着的意义，就我为什么还活着？我经常写的一个问题，有道理啊！我为什么还活着？我为什么还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啊！是的呀，活着本身就是其实对你来说，你怎么好好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个你要做的功课啊，就是你应该要做。当然我完全同意，我只是想听你说出来这个话，因为你书里有的字里行间有一些点，你完全就是我的口替嘛，你说的是一样的东西。对，但是也有一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一种就是说，
他就彻底的把自己变了。所以我说两种吧，一个是躺平，甚至我有跟朋友，又是我的北京哥们儿哈，他就说的，他说他每天起来就需要用尽所有的力气了，因为他体体面面的每天健身非常支棱着，他就说我没有力量再去管大的事情，但是我每天对呀，不需要每天自己让他自己支棱着爬起来，然后在自己的脑子里清醒，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棒了，这已经很好了，已经非常好了。对，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没有必要你还要去，你有能力你再去关心，就是当你把自己支棱好之后，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坐飞机，人家都说了，这个先把自己的对，你先要穿好自己的自己来的，然后再去帮孩子，然后再去帮别人，再帮你的孩子。很多人会觉得难道不应该是帮孩子先弄好，然后再弄自己吗？然后想，你自己支支棱棱的活着这件事情已经很有意义了，是的，是吧？是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意义吧，我经常会说，这个意义其实是自己赋予的啦。但这个其实自己赋予意义这件事情需要非常非常大的韧性和这个信念的。那你的信念来自什么？就什么东西给了你这个信念？我还是觉得，有一个词叫斗长命嘛，好好活着吗？对，比命长是吧？对，你就好好活着吗？对，这样。你跟我说你还在写下一本书下一本小说，对，对呀，是什么？是什么？透露一下。我想写记者啊，对，就各种类型的记者。太好了，太好了。但很难写，没有时间。好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会一直聊下去的。但我们要快乐，我们要比命长，然后我们要支棱着，然后还要继续美。对的，对的，要好好吃饭那当然好好健身。对呀，我知道你。我的偶像一直是，我的偶像就是可惜他已经过世了，但人家80多岁才过世，RGB 那个法官。人家80多岁还每天1个小时做健身。我昨天刚买了6套哑铃，我准备重新开始。加油！好的，谢谢李秋，亲爱的李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